本节目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。打开京东 APP， 点击京东新百货，领超级欢乐大礼包。感谢儿童牛奶大品牌原生营养 QQ 星联合赞助播出。手机随心折，快乐不打折。本节目由折叠屏手机开拓者三星 Galaxy Z 系列特约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杜小满特约赞助播出。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。下载 APP 赢好礼。今天是1年1度喜剧大赛初舞台排位赛的第2场，来看一下现在排名。排名第1，排练风云，来，1年1度。第2，黑夜里的脆弱，我不想加班，我很帅，我不想加班，我很帅，我很帅。第3，五不无全子，锤面呀，它就得是烤肉味儿的。第4是全民运动会，加核酸互测。第5，再见。希望他的下一任女朋友会倒立。第6，突围。快了，今天题了，你进这可见题了。我就觉得整体感觉比去年更厉害了，特别有朝气。哎，感觉新人在崛起，你能突然眼前一亮。哎呀妈，2个人一起来！哎，不是，那我就不能放你走了呀。接招吧，速题。我今天迷死你。帅吗？越过山丘。您是想和我做朋友吗？他们可以把女性之美表演得很好，形成了一个别人拿不去的那一派。谢谢老师。他们2位到目前为止最打动我的是他们的幽默感。我们既然又来了，是不是能把进化的一个东西展现给大家？太惊艳了！我觉得好像就满舞台都是洋溢着那种勇气和大胆突破。通过喜剧大赛，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更有潜质的优秀的演员。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血。熬夜苦痛失恋发胖，生活很悲伤。爸爸妈妈唠唠叨叨，女人老大不小。老板同事紧盯着你，让人无法呼吸。后退一步，做好准备，用大笑来反击。人生已经不像话，明天烦恼还会来，还要被他打败。消灭烦恼，拥抱开心吧。情浪费，没心没肺，让快乐加倍，向前走，想哭你就笑，到108岁，看谁笑得最美。欢迎大家来到由京东独家冠名播出的爱奇艺自制综艺1年1度喜剧大赛。掌声欢迎各位组委会会长，首先是黄渤会长、那英会长、于和伟会长、李诞会长。娜姐第一次来这个现场，我们请娜姐的时候跟娜姐说都有谁来，博哥来，于和伟来，蛋总来，娜姐一下就放松了。你跟他们太熟了是吧？是的。你跟谁最熟？我跟黄渤最熟。认识有多少年了？我应该是在20-30年左右。你说1923？不。那时候有那种演唱会啊，拼盘演唱会，我们是属于是人家是牌，我们是拼的，也跟着凑合去演过，然后到最后出去再演出的时候，吕丽曾跟那英同台演出过。娜姐在网上跟于和伟老师多多少少是有些联系的，好像就前一段时间的事儿。说咱俩长得像，对。我就听说这个事儿，然后我仔细比较了一下，还真有点像。他们俩撞脸的那个照片，我们放一下看看。啊，真有啊。
有一张比这个像。啊，这个像。还有一张。哎，这个像。这个太像了。哎呀，那张是把我 P 成那样，说像娜姐。我说是这么像的。来，我们看看娜姐还有跟别人撞脸的照片吗？哎呀，我跟刘嘉玲，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认识。你俩是不是能聊着聊天，你突然把口红拿出来，然后对着他？啊，不是啊，博哥也经常跟别人撞脸。鹏鹏一唱，鹏鹏演了好几次我年轻的时候。还有吗？谢谢，反正哎呀，这张是真像，我的天哪！哎，你们先拍这张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可深沉了？没想到吧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自己导演组害我的时候，从来都没有手软过。来，让我们把下面要感谢的人感谢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开始看节目了哈。逛京东新百货总能选到中意的，感谢酷爱新生活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。横看竖看是精英，难道喝了 QQ 星？感谢儿童牛奶大品牌 QQ 星原生 DHA 纯牛奶联合赞助播出。手机随心折，快乐不打折。感谢折叠屏手机开拓者三星 Galaxy Z 系列首席特约赞助播出。生意资金要周转靠谱就找杜小满，感谢值得信赖的大品牌杜小满特约赞助播出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宣布比赛规则。今天是第一赛段初舞台排位赛，25个喜剧小队依次登台演出。在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喜欢这个作品，你可以随时为他们投票。排名靠前的喜剧小队将会晋级到下一赛段。今天我们的投票观众是116位坐在2层的观众朋友和8位帮帮团成员，还有5位组委会会长。我们每个人都只有100分，不搞特殊，一投就是100分，所以总分是12900分。如果这个小队得到全部5位组委会成员的投票，他们就无需等待，直接晋级。这个赛段一共只有16个晋级名额，喜剧小队的朋友们，大家加油！好，来，京东1年1度喜剧大赛，本场的第一个作品是大放光彩。走。走太快了，这我穿的，稍等会儿。等一下，老师再等一下，小碗管乐咱俩对视一下好吧？小碗哪个小碗？第2个小碗管乐的小碗对视，好吧？大家好，我是小碗，我是管乐，我们是小碗管乐，小碗管乐，兴高采烈。嗨。我做演员8年了，我做演员也是8年了。之前参加过一些喜剧的综艺节目。他不会来，朕就在这等着他回来。喂！老师，你觉得我 gag 吗？这太可爱了，这俩人浑然天成的神经病。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因为我们俩生活中就是比较逗的女孩，所以我们想把这份简单的快乐传递给大家。
小婉管乐，兴高采烈，加油！本场的第一个作品是《大放光彩》。放心，我已经到达指定地点，我一定会扮演好舞女的角色，让大帅的夫人赏识我。只要我能够接近他，我定会拿到情报。明白？保证在舞台上大放光彩。夫人，我今天迷死你！你好，哇！你好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舞厅的演员小婉。你好，我是管乐，今晚的演出是我来演，他们跟你说了吧？说了，说来了一位特别优秀的演员。没有，然后就让我休息啦。我收拾东西我就走了。啊，好，你来。好。哎，我怎么都不能演啦？对。死活不能演，是，高低都不能演啦。明白，那你好好演吧，好，别辜负了他。谁呀？我的舞台。好好对待他啊。好。哦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心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哎，什么东西呀？保证完成任务。怎么看你有点眼熟？小婉，你不是走了吗？我回来给你伴舞来了。开始了。给我转了。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更近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，酒不醉人酒不醉人自醉，呼天呼地蹉跎了青春，回味这夜生活，如梦初醒。哎呀，没开声，嗓子都紧了。小婉女士，谁让你上台的？有人召唤我。谁？我的舞台。你跟他说话，他能理你？不，这是一种比喻，就是那种心灵上的连结，你能懂吗？明白。那你闭上眼睛，听听他跟你说了什么。走。他说的舞台。明白。我得走。对，你得在这儿。对了，你放心，我就在这儿演1天。你不用安慰我了，来替换的演员都是这么说的。你1天呀，他1天，我失业就在一瞬间。你再演下去，我失业也在一瞬间。好了，收好了，快走吧。谢谢啊。没事儿。再见，快走，再见。
还有2个节目，完全来得及，完成任务，大放光彩。哎呀！从哪儿来的？暗门，下去，下去。爱情，我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有什么了不起？爱情，爱情，怎么卡不上拍啊？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，一点也不稀奇。男人，不对，5、6、7、8、大9，男人不过是一件消遣的东西，没什么了不起。拉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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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了，谢谢。还有。小婉女士，你真的不能再演了，再演下去会出事儿的。我不演才会出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表演欲望已经顶到这儿了，我不演我啪我就爆炸了我。我才要爆炸了！其实我是有特别工作的人。出游了你都？你听不懂我说什么没有？你说你是特工？嘘。我也特工，你也特工，我特别能鞠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没跟你开玩笑，演的挺像的。站住！略，站住！略，略是什么意思？略，谁都没有办法阻止我上舞台，我怎样？是你逼我的。麻醉5分钟，睡会儿吧。小婉女士。小婉女士，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节，这声响。我就知道剂量不够。还有最后一个节目，我的光彩必放。And so you always tell me if you can make your mind up, I will never get started. And I don't wanna wind up on being haunted, I'm working harder. A million times I've asked you, and then you only answer. 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今天怎么都得演。对，好。那你给我好好演，别辜负了他。谁呀？你的舞台。我的舞台？
上海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双人表演，大帅夫人邀请2位演员去府上一聚。成了，小文女士，还真是特别能鞠躬。不好意思啊，给你打了麻醉。放心，没有任何副作用。对了，不要担心你的舞台，你在哪儿都会大放光彩。押上韵了。If you can make your mind up, 有机会看演出。and I wanna wind up being parted, broken hearted. If you really love me, 好，我们给这个作品投票，3、2、1。其实我跟你说，这个把它扔到电影里边，一场戏太精彩了。来，让我们有请2位演员。欢迎2位来介绍一下自己。老师好，我是张小婉，我是管乐，我们是小婉管乐。好，这俩人是配合多长时间才能到这种整齐划一的程度啊？我们俩认识好久了，认识得有多少年？7、8年了已经。对，一直是好朋友、好闺蜜。然后也一直一起表演吗？之前参加过一个节目，是搭档过一次，然后这是第2个搭档节目。对。哦，你们俩简直了，在台上那个默契度太好了。你们俩现在看吧，就没有那么惊艳，但是在那表演起来太惊艳了，真的吗？谢谢老师，就完美，这就是好演员，真的是。你们俩没有上来之前，不光我们这儿在赞扬啊，博哥呀什么的，这个上面那些女生在嗷嗷的，这。谢谢。我的妈呀！他们可以把女性之美表演得很好，但是你说的太准确了啊，是吧？哎呦，我认识他们俩啊。咱们再放5分钟就够呛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都说过了，在这个节目里会稳重的。不会再这样。他俩就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俩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他们在表演状态。到后来就相处时间长了，发现就是那种天然嗨，也不需要喝任何酒精饮料，就是跟这见着你，咱们歇会儿好不好？2位，咱们休息一下，就这样，一直特别亢奋。我觉得非常好啊，他那个确实那个兴奋度一上场就带领观众就进入到那个状态了，特别棒啊。其实有很多演员上场之前需要热身半个多小时啊，他们需要冷静。我们刚刚一直在旁边站着，谁也不说话，然后一直在说，一直就这站着，就是小雨那种感觉，谁也不理谁。哎，你看他们俩那个样太可爱了。他们的热身就早上起来的第一个懒腰，就是起来后，好了，来吧。你们晚上睡觉之前提前多长时间准备呢？我们俩属于，我们俩现在住一个屋嘛，然后属于倒头就睡。对。但你俩能倒下头也很难，我觉得真的是，这得耗成什么样？就是老师在这儿压力大的已经就不行了，我嘴巴就面部抽搐了，嘴抽筋了，抖得很厉害。现在给他一个特写，你也不知道有没有，肯定在抽，面部神经还是在抖的，走的，抖的。绝对抖的，绝对是抖的，就是那个，就是确实。怎么样？正式给你介绍一下我的2位朋友。公平说，这是美，是真的很美，但是跟他们这别说话了。夸你们一会儿怎么这么费劲呢？就是跟他们说话就特别累，就你也得把能量吊起来。可是我特别喜欢他们这类的，我特别喜欢。就像我们今天买了个门票来看音乐剧。而且是一个复古型的搞笑类的，他把那个肢体上的这个整个的故事情节里，都恰到好处。
你们俩已经形成了一个别人拿不去的那一派。大家还可以期待一下，今天他俩真的展示了就是肢体功力不到1/10。没有，都接近杂技，他们有一些表演非常厉害。哎，现在给你们个展示的机会。可以展示花式比心，好吧？好。我招你们这干嘛呀？我。花式比心，花式比心，哈哈。是先是这个，然后还有花式比心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花式比心啊！这是花式比心啊！而且我觉得他表演也特别好。哇，谢谢郭明老师。我们现在心里也稍微踏实一点点，因为来这儿的时候实在是心里太没有底了，太就是这个度不好掌握。真的，就我们说你们都肯定都不相信，就我们真的，就比如说。他俩确实是一直是这样康的。后来有一次排练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小婉、管乐，你们2个人的能力、素质，所有方面都非常好，但是你们的所有的能量都在这个外面一直在旋转，对，里边就会越转越空，越转越空。我说咱们做个反转可不可以？往里转。”把你们的能量和那个人物以及质感转到舞台上，咱们下去。沉下来，所以今天其实我挺想表扬你们2个的，你们2个转到了舞台的里面，进去了。我觉得他们已经转我脑壳里了，现在。李诞，你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的？我想尽快看票数吧。好，来看一看小婉、管乐的分数。哎呀。有万吧？看到没？咱俩是好笑的，看到没？对，是好笑的，谢谢大家。哎，组委会分数。五花，就看弹弓给不给。哎！所有会长都很中意你，恭喜直接晋级，送上超级校花。史上最不稳重晋级选手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走吧，晚上咱吃好吃的去，晚上咱们3个吃。3乐也很辛苦，3乐铁3乐，心愿，谁不辛苦？都辛苦死了。这世上老师不辛苦啊，都辛苦啊，谁不辛苦？所有人都辛苦。老师，这个老师也很辛苦，都很辛苦。你没觉得小婉的那个状态演一个机器人特别？他一个人可以身兼洗衣机啊、扫地机啊、洗碗机啊，就是我特别想把博士介绍给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博士电器，大概率代替屋里所有人。好，京东1年1度喜剧大赛下一个作品是热血乒乓。热血！
给大家把场子热起来！大家好，我们是加盟送好礼。我是李秋萌，我是郝李英杰，我是郭嘉轩。怎么组到一起的呢？原来就是同。我们3个就是平常在一块演戏。真假？就这么答应了？大家有一点小小的默契。加盟送好礼今年的目标是1、2、3，我们的目标是热一作品，热一作品。因为他大我们8岁嘛，他可以说是叔叔辈的，所以他经常比我们慢半拍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走，着什么急呀？加盟送好礼，今年走到底。说那么快干什么？3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3、2、1，加盟送好礼，请拿出你们最好的实力。来吧，来，谁嘴？没有一句话齐了。你们的默契就是没有默契。那你们觉得你们组合里有没有什么共同点？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很认真的想把它弄好。上一季喜剧大赛不是没有进吗？眼影腮红高光修容，浪费所有时间。看一下观众票数，4400分。反正心里就有点不服，然后我就想再来尝试一下。希望我们能够带着作品走得更远，然后留下更好的作品。再来！我们的初舞台作品是热血乒乓，希望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血。热血乒乓。呀，来了，小郭，吃了吗？吃了。吃顶了你啊！还有啊，咱俩就住对门，你找我打球跟我说一声就行，给我们家门缝塞个战书什么意思？2个月零7天前，你第13次击败了我。哎，你记那玩意儿干啥呀？14次。为了战胜你，我刻苦练球，看完了100部动漫。孩子，打球和看动画片是2件事。动画片啊，那叫动漫，那里蕴含了热血的力量，我已经完全的。行，爱怎么热怎么热。来，归2盘，看看你有什么长进。这一刻终于到来了，接招吧，宿敌！人呢？10万伏特！哎，唰，出啪，1比0，切！开始了。你相信光吗？信啥？你相信奥特曼吗？赶紧发出啪！玩这个，2比0，出 what？ 卡痰了你！我发球啊，嘿，阳光普照，什么玩意儿？3比0，过，出界了。2比1，孩子你没事吧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啊！看出来了，魔怔了。走，我的梦想是称霸校区，乒乓是我的伙伴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看这球远不远？什么？远不远？怎么会？走你！2比2。可恶啊！刚刚那球的能量值竟然超过了300。什么值？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就这么挥了一拍。既然如此，必杀！左路小球，追走，3比2。这球是怎么接到的？这球很好接啊。那这球如何？超必杀，右路旋转小球，走，4比2。怎么又接到了？你说的右路，这都被你看穿了。你自己告诉我的呀。不！你起来，你不至于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我的眼前一片漆黑？突然有一片血红啊！乒乓球拍子嘛，难道永远都无法战胜你吗？对呀，不对，我说错了。通灵之术！哎呀，你干啥呀？别整这个，你出来吧，教练！哪有教练啊？小飞，
这不是你表弟吗？在球场上，请叫我菲菲教练。哎呀，这俩孩子咋了？今天，教练，我失败了。如果你承认失败了，那么比赛就真的结束了。可是我的实力实在是太弱小了。对，怎么达到的？弱小，是因为你不够强大。这是句废话吧？如果你止步于此的话，那就只能止步于此了。真的是废话呀！是时候解开封印了。好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！你别扔这儿啊！一会儿咱俩怎么打？嘿，接招吧，老李！来吧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去吧，皮卡丘！吓我一跳！比嘎4比3，4比3，什么口音啊？比嘎比嘎！有那时间练练球不行吗？这就是神奇宝贝的力量。 20好几的人了，用不用使？我们俩的冒险才刚刚开始呢！你给我睁大眼睛看看清楚！你给我张开嘴巴，好好说话。是时候解开第一次封印之后的下一次封印了。那不就是第2个吗？没错，来，不会弹舌你就别弹。战斗力只有5的渣子，来吧，鸡毛掸子，干什么？鬼什么派气！冷静点儿。哎，起那么大范儿，发了个短球，4比4。啊！不是，烦死了！这，我受不了了！速攻，机会！小心！乒乓球不至于吧？你自己信吗？太拙劣了吧！小郭，教练，坚持住啊！小郭，你还记得吗？哪来的音乐啊？哥哥，又干什么？你就给我看一眼嘛！那说好了，你只能看，不能动哦。那，哇，哎，好漂亮呀！小飞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就叫他旋风修趴。小飞，把旋风修趴还给我！你追不到我！小飞，别闹了！好了，我不和你闹了，还给你吧。小飞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用旋风修趴取得冠军。耶！小飞，还给我！还给他呀！你喊我教练，我就还给你。你想得美！哎，我不叫教练。以后的路就只能靠你自己走了。教练，不要啊！教练，小郭，你要带着旋风修趴取得冠军啊！教练，跳！还打不打球了？我都看进去了。我也看进去了。喂，干什么？什么情况？你太过分了！我怎么了？我要为教练报仇！报什么仇？小郭，你冷静点！你要干什么？燃烧吧，我的小宇宙！小郭，你太入戏了！这球为了教练！小郭，再来！上吧！旋风修趴！小郭，我不让你了！来呀，宿敌！我抽，我笑，我扣！你又干什么？可恶！看来我已经不能继续战斗了吗？你捡起来不就好了吗？小飞，小点子，一点都不像啊！复活吧，我的勇士！旋风修趴就不要了吗？赐予我力量，红双击！最后一击，天马
流星拳！11-9，我们赢了！可恶，我竟然输给了小郭。你不是输给了我，你是输给了热血。看来我的时代结束了，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们了。站住！谁允许你放弃了？如果你放弃的话，那么你的球拍可是会哭泣的。可我不像你们看过那么多动画片儿，怎么打到的？你没看过那么多动画片儿，是因为你看的太少。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大风车吱呀吱扭扭的转，这里的风景真好看，天好看，地好看，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。没错，你也有自己的青春，你也有自己的热血。老李，小郭，老李，雅典娜，唤醒你心中的热血吧，伙伴！谢谢你们，伙伴。我们来打球吧！来吧！大风车吱呀吱扭地转，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，天好看，地好看，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。大风车吱呀转悠，牵着我的手，牵着你的手，牵着我的手。今天的小伙伴，明天的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好开心来，我们请观众朋友们投票，3、2、1。我居然流眼泪了，太奇怪了，暴露年纪，这个感觉太奇怪了。我也是，好奇怪，我突然笑着笑着，突然就难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都生自己气了，我为什么？他没有让我想起动画片儿，他让我想起了排球女将。我们那个年代看的《晴天霹雳》。排球女将，晴空霹雳，那也太早了吧！好，来有请演员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加盟送好礼。我叫李秋萌，我叫郭嘉轩，我叫郝李英杰。我们3个人都是音乐剧演员。在同一个公司里演同一部戏，也是平时的好伙伴。热血乒乓谁的创意？对，这个创意其实是我们在公司打乒乓球里出来的。对，然后后来读稿的时候，史老板就给我们提了个意见。石老板的石，对不起，石老板，对不起，石老板，我错了。石老板就给我们提了一个意见，说你们要不然就用很热血的方式打这个球。然后正好我们队的这位同志，叫郭嘉轩。是不是一个队的？这么不熟吗？这么不熟啊？我们都很熟啊，我们关系。他很爱看动漫，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那种，就是很中二的那个中二迷。你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，要不？就是我们这个作品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难度，就是他们2位基本上不看动漫，不了解这个关于动漫2次元然后热血的这些东西，所以就是接受起来对他们来说就是像另一个行业一样。
我得一直给他们讲解，就是说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用的这句台词是出自哪个人的，在哪一集，他说这句话是为了什么？然后他就好。其实是嘉轩的生活，然后感受传给他们俩，他们俩不知道，但是也就演了。然后演出来以后呢，我们也是一半懂一半不懂。哎，难度这么高的情况下，你们2位看成了掉眼泪是怎么来的？我是小时候真就是大风车呀。啊，大风车就是大风车呀，就正是大风车。你是被大风车击中的。每天晚上在那准时坐那看大风车。是吗？咱们没赶上过。我也看过。有时候回家看正好那台给孩子放就搂一眼，正好是晚饭的点儿，晚上边吃饭边看，放学后看，贼开心。于老师什么感受？我尝试着感觉一下吧。啊，他因为这个方式特别极致，就是这个动漫的它的整个的艺术表现形式，它让我在极致的那个情况下产生了别的感受，就是我最后他们想到的热血，就是热血。然后刚开始你说了一个什么词儿，什么相信光，你相信光吗？对，这个我觉得是这个作品的主题。如果我要分析它的话，我就觉得可能，我们曾经都有过这种时候，傻乎乎的，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恰恰是青春最难得的一种状态。比方说那个时候我先暴露年龄，看我们所谓的热血，你们是动漫，我们那时候看少林寺。全剃光头，我那年13岁还是14岁，剃了个光头出去赶上下雹子。你太正好就有戒疤的。咱小时候还看过那个排球女将啊，排球女将嘛，最后也是飞了嘛，什么转多，其实已经。你看完排球女将以后，你就觉得这排球不是这么打的。就是现在的排球都不过瘾，你看他得先4个空翻，然后把那球才发出去。我说老实话，我看完《排球女将》，正好当时中国女排最鼎盛的时候，对，我就期待着有那样的发球。对。在看真实比赛的时候没有，很失落。晴天霹雳，哎，对啊，旋转椅跃，什么追月，哎呦我的天啊，什么幻影，什么幻影，什么移红幻影，什么。现在轮到现场的年轻人听不懂你们在说啥。所以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有中2的时候哈。是。好吧，那我们来看一看分数行吗？好的。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？还有一个，你说。我想找于和伟老师说，因为我是上海戏剧学院2018级的毕业生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师弟，对，也是因为今年在那个线上，然后看了您的那个寄语。对。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们，你们好。我是你们的学长于和伟。热烈祝贺你们胜利毕业。对，然后其实知道自己要来的时候，心里面还是抱了一种期待，说能不能把自己的那个毕业证拿过来，让您帮我颁发一次的。哦。但是我没有带。这个没关系，于老师，我帮你写一张毕业证，你现场颁一张。好的。我也想要。我看上戏真的是非常正规哈，来毕业证。对，不是带有照片啊。你俩是不是干过呀？好，娜姐再给刻个戳子。画个圈是吧？哇！我画一笑感。那于老师一会儿上去给你颁一下这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后期会把它批成你的正式毕业证的。谢谢老师们。我们现在这个行为就很中2，也很热血啊！来，先让他颁个毕业证，来。哎呀，我都羡慕这小子了。你。毕业证啊！有什么感觉？
哇，这我全程演作品的时候手没抖，现在拿到这张毕业证我开始手抖了，就是真的。确实拿假证谁都紧张。好，谢谢3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吧。8100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评委会分数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。我没有什么要跟你们解释的。没事，马东老师。我没有童年。不是，我刚才在这真的犹豫了半天，我就说我要不要装年轻，好像我全都懂他们，但其实我就是没。怎么可能呢？我真的就他们，咱俩是一个年代的，我都能看懂了。你也太不时髦了。时髦这个词儿听起来就不是很时髦。马老师童年的热血不是这个。你现在上来穿俩大褂，一拍那个惊堂木就嗨了，就直接就嗨了。再见，没事，马东老师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最后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？来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加盟送好礼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就是释放了。我们觉得开心，很开心。我们演得很热，很热血。拿到这个毕业证的感觉呢？我很感谢自己刚刚举了个手，争取了一下，我终于战胜了自己的社恐。我看了好羡慕，练。真好。京东1年1度喜剧大赛下一个作品是《屋顶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家大业大。我是演员张叶子，今年34岁。我是演员魏嘉诚，今年30岁。我当演员31年了，影视剧的作品有《新世界》《家有儿女初长成》《回家》。我当演员10年了，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开始在外边演戏，主要是演话剧。我觉得是地狱，喜剧地狱。sketch 这个东西其实是跟我们在话剧舞台上创作的东西其实是有些相似的，但它多了一个东西叫 game。排得好好的，然后呢，咵演完以后，他们所有人这样。那么 game 在哪儿？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，我们按照这个东西演出来以后，它是没有 game 的。现在就是这个 game， 咱们可以捋一捋。咱们先把那个 game 那点很清晰的拎出来啊，它能有什么 game？对，这个作品确实没 game， 确实没 game。是 game 在哪儿？我是一个从来不会忘词儿的一个人。但张叶子在米未，我们一共忘3次展演，还是怎么着？他3次全错，他忘。而且我告诉你什么感觉？演着演着，梆看到魏嘉诚，你怎么站在这儿？2个人 OK。这整个凉，我的妈呀！快要录制了，你们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，从不懂 game 点到展演特凉。不过既然选择来了，就希望认真面对，给大家呈现温暖的好的作品。再浪漫的流星雨也休想浪漫到咱们俩。月亮出来了。不错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风格。我们一路上遇到了特别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现在准备好了。家大业大，加油！下一个作品是《屋顶》。
疼。不是你们家屋顶蚊子也太多了，你这，酒量也不行啊，你衣服也不洗呀。我这不是刚打完球就被你瞪过来喝酒了吗？你拿家去，让我妈给你洗。别介，让你妈好好给你洗洗头吧。瞧你这头油的。不是我跟你喝酒，我洗什么头啊？怪不得大轮跟你分手呢。你别提他，你提一杯吧。我行，30了，你说我会不会嫁不出去？会。哎呀，嫁不出去你就回来住，正好咱俩就可以搭伴玩了。玩到80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要这么说，那你就好好再找一个呗，留个心眼儿，别老被渣男骗了。哪那么容易啊？早知道这些男的都那么不靠谱，还不如跟你好呢。我？对，8号那替补早该上了，主力踢得多臭。不是你刚才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你哎呦，我跟你开玩笑呢。哟，当真啦？没有，这不能够。哎，那就好。这晚上蚊子怎么那么多呀？是怎么那么多？你瞧这儿。啊，疼。我靠！我怎么了？我打你嗓子了。你打我腿了，我腿疼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看看。人家的腿都被你打红了啦。那我给你急救一下。别吹了，8号，把哨子还裁判呀！哎呦，我的哦，你的啊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来，咱提一杯吧。提一杯，来，没了，我去拿。来，哟，帅呀，帅。帅吗？好油啊，老公！炒菜放这么多油，谁爱吃啊？再油能有我油吗？彤彤他爸妈好油腻啊！你酒驾了？哦，那我先倒回库里。哎呀，你放心啊，我以后喝酒肯定不开车。哎，我放心，反正你也没车。几点了？是不是特晚了？8点半了，太晚了。哎呦喂，那太晚了，咱不能熬夜呀。对，我得赶紧回家了。你赶紧走。对。啊，喂，妈，你跟哪儿呢？我没带家钥匙，我得回家。我们去泡澡了，今晚不回家。你泡1宿啊？那我怎么办呢？去嘉诚他们家睡不得了，你经常去吗？妈，今儿晚上真不行。妈，咱妈说什么了？什么咱妈？那我妈？那不是我干妈吗？你以后只能叫阿姨。阿姨？哦，那阿姨说什么了？什么？让你去我家睡？你是怎么听懂的？哎呀，行，嘉诚，哎，咱俩可是30年的哥们儿啊！对呀，咱俩是纯洁的友谊啊！不是，那今儿晚上怎么那么怪呀？这酒是假酒吧？如果我是说，万一咱俩好了，很尴尬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啊，万一咱俩好了又分了，连朋友都做不了了。远了，你想远了，想太远了。哎，就没有这个万一，我就不可能喜欢你。你说你长得这么黑，你今儿怎么这么白啊？你上次从长城回来不黑不溜秋的吗？上次从长城回来那是2年前。不可能，我一直记得你巨黑，你自己看，我瞅瞅，黑不黑？黑。你手机里怎么都是我的照片啊？哎呀，好奇怪呀！这谁手机呀？哎，这是我送你的手机。哦，对。哎，嘉诚，你别担心啊，你是个小光头，我对你头发怎么出来了？那是小学，
我那是模仿释小龙啊！我一直以为你模仿的是郝邵文。这什么郝邵文啊？你没看我天天练拳吗？哎呀，那郝邵文也是很可爱的啊。你今儿化妆了吗？我只抹了个唇膏。怎么今天看你这么像个女的？怎么今天看你这么像个男的？越位了，越位！啊！球不能太着急。哎呀，张叔，你能别老盯这8号看了吗？8号不是嘉诚，你甭管男的女的啊，咱俩就是一辈子的兄弟。那还用说吗？咱们俩就是一辈子的哥们儿。什么声这么大？是你的心跳声吧？不可能啊！我心脏从来不跳的啊！是，这明明就是你。那再试试。试就是啊！来呀！来呀！来呀！没碰着了，怎么还有啊？脚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刚才心里我毫无感觉。我心里也毫无波澜。我在监测到您的心率过高，需要为您拨打120吗？嘉诚，我觉得咱俩还是不要再有肢体接触了。啊，对，不碰应该就没事儿。碰，一对儿怎么能不碰呢？洪总。其实一对儿，他也能不碰。对。哎，我去看看他这牌该不该碰吧。赶紧教教他怎么打牌。赶紧走了啊！要不，咱俩最近先别见了。啊，哎，要不，咱俩今年都别见了。小荣，再见。叶子，再见。你跟我说说你想干嘛吧？我不知道碰哪儿了，开关跟哪儿啊？不要再制造浪漫的氛围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月亮出来了。月亮好美，好浪漫啊！月亮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吗？对呀，很常见，一点都不浪漫。流星雨。流星雨也很常见吗？极度罕见。嘉诚，哎，快，赶紧把眼睛闭上，给我看。对，闭上了吗？闭上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咱俩一定得挺住。对，再浪漫的流星雨也休想浪漫到咱们俩。不是你跟哪儿呢？我跟这儿呢。哎，那跑哪儿去啊？烟花，好美，好浪漫啊！我怎么感觉轻飘飘的呀？我怎么感觉沉甸甸的呀？你要干嘛？你嫌我胖？妈妈，我爱你。不行，咱俩是发小。对喽，发小很尴尬的。肯定不行啊！别学叶子跟嘉诚，发小最般配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就好了。太冲动，拦不住。还来呀？夏天怎么能下雪呀？啊切！妈呀，柳絮啊，柳絮！哎，完了！你干嘛呀？柳絮，你不是柳絮过敏吗？小时候那次你柳絮过敏，脸肿得跟猪头一样。对，那次我哭得特伤心，我以为我这辈子就长成猪头那样了。我还安慰你好几天呢。对呀，你还跟我说30了我要嫁不出去，你就娶我。那是小学2年级开学第6天，下午放学后在小卖部说的话。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啊？我早忘了。我也忘了。别磨叽了，就差临门一脚了。那个，咱俩今年好像都30了。啊。那小时候那话还算数吗？
你看那是什么呀？大蒜。用一个字说。大。蒜。他们是没听见咱俩说话是吧？叶子姐姐和嘉诚哥哥什么时候结婚？If I find him, if I just follow what he wrote me and never let me go。 哎呀，这就走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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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太甜了吧，我的天！罕见的我流眼泪了啊！我以为今年王浩史册不在，不用受这份罪了。还有一对儿，真烦。来，我们有请演员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家大业大。我是演员魏嘉诚，今年30岁，是一名话剧演员。我是演员张叶子，今年34岁。你34岁，你喊这么大声干嘛？因为我来这个节目就是来克服恐惧的。怎么讲？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小孩儿，然后我突然有一天有人让我演一个妈妈的角色，然后他是我同事嘛，然后他就说你可以。然后我们班有一个女孩，她觉得我们俩看起来差不多大，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不让那个女孩演？她说她怎么能演呢？她那么年轻。然后我一下就把她拉黑了3天。那为什么他说你就这么难过呢？哎，为什么要拉黑他呢？哎，而且只拉黑了3天。哎，我们俩是特别好的朋友。嗨，你们俩合作多长时间了？这么默契啊？我们俩做搭档其实才3个月4个月，但是我们在单位同事3年了。你们同事的时候合作过吗？每一次合作都绝交。对。创牌期间你俩吵过架吗？2天一大吵吧，全是小事儿，没有一件是大事儿。不要用那种态度，大家在商量。我又没有跟你，我没有任何攻击你的，或者用那种态度。你老说我听不懂，我怎么听不懂？我咋听不懂了？那你可以好好说嘛，你不会正好好的说呀。你哪好好说了？行。最开始就有点惊吓，到后面就有点习以为常，到最后就是很期待。就我们俩性格特别不合。我们俩来这个节目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不要绝交。有一天我们要解散了，我们俩这要拆了，然后那个编剧就说给他发微信说，对我们编剧在哪位编剧老师？刘三彤。三彤老师，今天台上请。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三彤老师，这个场景也是你设想的吗？屋顶？其实说实话不是，因为我是深圳的，口音肯定听出来了。但我的普通话在深圳算好了。就我写的时候呢，我脑海中是想着台湾那种风格。你相信我，你的口音在深圳肯定不算好的。你别想多了啊！你别想多了，别想多，你好好说，你好好说。然后写完给他们一演。就成北京的感觉了，然后呢，演出来呢，我感觉北京的感觉也 OK， 也不错，然后就慢慢的就变成这个胡同这样子。对，最早可能有好几个地方，把餐厅啊什么地方，然后后来觉得屋顶还是一个本身就有浪漫属性的地方，所以选择了屋顶。你们俩干嘛？这，他们总是这样打情骂俏，他们腻腻歪歪的在这就是没有，就还说回刚才那话茬啊，就说不是要拆了吗？然后呢，他就给他发微信，他就说嘉诚，无论如何你跟叶子不要因为这个节目掰面了。然后后来我们俩就我不相信他说得出掰面这个词儿。那个你不要跟他掰面。我想说这个作品我特别感兴趣，非常成熟啊，编剧、舞美、音效、情景设置、灯光，
我觉得真的太棒了。你挺会说的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，我就是不懂刚才那些东西。在审美上，我觉得他整个的一个戏剧审美特别高级，特别棒。猜一猜吧，你们俩估计能多少分啊？我觉得你们肯定都特喜欢我们吧。叶子太可爱了。来吧，我们看看分数。11000分，我们看一看组委会分数。五花，走，必须5花。家大业大，大家都很中意你。恭喜直接晋级！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大家。好，京东1年1度喜剧大赛，下一个作品是少爷和我。这么说，你是刚刚搬来此地不久？是啊。老管家不堪舟车劳顿，已然病倒了，这府上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其他的管家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少爷？你还知道我是少爷呀？我在这站半天，你就是新来的管家？是的，少爷。今天我要在府上宴请王老板，这可是个大事儿啊！现在人马上就到了，你都安排妥当了吗？放心吧，少爷，就没有我龙傲天解决不了的事。你这个龙傲天也不像管家的名字啊，只是平平无奇的名字罢了。我相信少爷的名字才真是不同凡响。我叫刘波。很特别的名字。这特别吗？从今往后，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波。你还挺忠心的啊。这个龙傲，怎么总感觉你更像少爷呀？少爷说笑了，你我主仆2人站在一起，旁人一眼便能看出谁是少爷。那是自然。那既然老管家特意安排了你，想必你一定有不少过人之处吧？非也，我患有胃病和幽闭恐惧症，我对女人过敏，身上还会散发出淡淡的烟草味。这全是少爷的通病。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咳血了？是熊猫血。那不也是血吗？没关系，我有位医生朋友，他每天下午都会来帮我调理身体。越说越像少爷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呀？在下184。谁问你了？罢了罢了，你只要记住，今天只要能和王老板谈成这笔生意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知道了，少爷。这样，少爷，待会儿想用什么茶？龙井，王老板最喜欢的就是龙井。
怎么了？不是，就按他说的办。好嘞。奇怪，我明明对女人过敏的，可是对这丫头怎么去？心理活动就不用说出来了吧？哎呀，坏了，下雨了。哎呀，这样，你去取2把伞，随我到门外迎接王老板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那不然呢？这雨也太大了。少爷，这府上只剩1把伞。我这么大个府，就这1把伞啊？那些没用的东西，丢掉就算了。有用啊，我现在就要用。我这个人做事，从来不考虑后果。那也不用骄傲吧？要不你也站起来吧？不必了，我喜欢淋雨。不是，这雨越下越大，你还一身的病呢。你先别嘟嘟了。您是想和我做朋友吗？吓我一跳，我咋的了？您越界了。不就打1把伞吗？请注意您的身份，我少爷。我事儿多醒了吧？无情的雨呀，就用你那冰冷的双臂，狠狠地鞭笞我吧。干啥呢？对不起，少爷，让您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了。我都看到了你的好几面了。你，少爷，怎么了？电话响了。我听见了。喂。哎呦，王老板，哎呦，您什么时候过来？哦，您不来了。哦，那咱们的生意，哎，为什么呀？哎呦，王老板，我要2成利就已经不赚钱了。什么？欧阳家只要1成利？欧阳家他凭……哎，王老板，哎，你刚刚说过的话被我驳回了。我不仅要2成利，现在还要多加2成利。记住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你认识王老板啊？在我7岁那年，我的父亲曾救下过一名孤儿，并把他带回家中抚养。可是，直到这孩子18岁成年那天，我们才得知，原来他的父亲，竟然就是我的父亲。那王老板是？我不认识王老板。你不认识王老板？你不认识你说那么多？我只是突然想起此事。那你刚才你这苹果来自胶州啊！你别说话，你知道这是谁吗？王老板那可是王世昌哦，咱得罪得起吗？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。你有点让我恐惧了，王老板。哎呦，实在抱歉，刚刚是管家不懂事儿，什么，让我家少爷接电话，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就是少爷呀。不，我才是少爷。我，你好好跟王老板说。世昌，你礼貌吗？我是真心的想要4成利。你这毫无技巧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就同意了？同意了。用真心就可以吗？没想到，我跟欧阳斗了这么多年。少爷小心！怎么回事？刘波，你敢抢我欧阳的生意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欧阳，这消息走的也太快了吧！
是不是打错人了呀？我才是少爷呀。那花不值钱吧？少爷，你的头，我头怎么了？破皮了。你这一惊一乍的，你吓不吓人呀？不。哎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哎，你听我说，欧阳心狠手辣，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，我们得赶紧。你听没听我说话呀？你跳会儿得了你。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少爷，我在这儿呢。少爷，你再把人给招来。欧阳，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。真没事，我顶多就留个疤。你竟敢让刘波刘海留疤！我要把你打得嘁哧咔嚓，非得压上这个韵呢。傲天，傲天，呀！傲天，傲天，你，欧阳，欧阳，你住手！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我都给你！你住手！住手！你。傲天，不，不，解决了。傲天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们只有200个人而已。200个人，怎么解决的？无他，为手熟耳。优雅，真是优雅。没事，那快走吧啊！傲天，傲天，少爷，傲天，对不起，哎，我失态了，我去找医生。不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傲天，傲天，少爷，我只有一件事央求您，就是我那同父异母的胞弟，我会照顾好他的，千万别管他。少爷，我说过，我龙傲天要誓死守护刘波。对不起，我食言了，少爷，我好像已经傲天痊愈了。你痊愈了？我痊愈了。刚才受那么重的伤的，怎么办到的？用真心。你也不会别的吧？太帅了！节奏真好。哎，给这个作品投票，3、2、1。这个对我们刺激挺大的。从来没有演过这么浮夸的角色吗？这是有时候也碰到过，但是就得破它。用什么破呢？用真心。哎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好，这个想法特别好，真的，这点子很棒。这个男孩能忍得住哈，这一直不是他找对了一个方向，他方向找对了就对了。天池老师说你适合跟那个于老师演。谁演？我是黄波呗，这是啊，这是于昊天呗，这是啊。你俩可以试试，挺好玩的。我觉得是不是还把演员先请出来，咱在这聊的。来，有请演员。
两位介绍自己之前，我先问一下，这里面真的有人叫刘波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们考虑过生活当中那些叫刘波的人此刻的感受吗？对不起了，刘波们啊！啊，我特别的好奇，既然你们俩没有叫刘波，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？就是这个名字特别的可爱。哦。如果生活中有人叫刘波，我会跟他成为朋友。机智的新仔，避免了出去挨揍的可能性。来介绍一下自己先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少爷和我是张哲华，我是新仔。新仔还是编剧是吧？对。来过《奇葩说》。来过《奇葩说》第7季海选。我是一个全职妈妈。我是个程序员，澡堂的老板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第一天回的家。这个刘波啊，你这个真的深入人心了。新仔刘波啊，我觉得他的节奏感特别好玩，很厉害。哎，他的节奏感是总是感觉好像慢半拍。对，这慢的特别对啊，那特点。谢谢老师，我生活中就这样。大家刚要着急的时候，你才说出来。他不是一个就是大家演员习惯的一个正常的节奏里边，他往下撤劲，他不使劲翻，他用说唱的感觉，那叫反拍，你知道吧？你说咱们要是不说话就这么看着他，他会不会憋死？他不会，不会的吗？他不会，你急他不急，他演脱口秀也这样，挺好，挺厉害。对。哲华介绍一下自己呗。我是本职是做了是一个演员啊，然后做演员8、9年了。演过这种角色吗？从来没演过，很羞耻，很羞耻。我怎么觉得你那么过瘾呢？刚开始是很羞耻，然后现在就越演越过瘾，就在这两个中间游离。一会儿爽，一会儿那个羞耻，一会儿爽，一会儿羞耻。哲华，你那里面你自己印象最深的那个台词都有什么呀？就刘波、刘海、刘疤。我想请于和伟老师，重复一下刚才哲华在里面的一些台词，好不好？啊？于老师，你说吧，说完就爽了。刚开始这个心理建设可能得有一点时间，说完就爽了。词儿是这个词儿，你触碰到了我的那个什么玩意儿，很恶心，我天哪，真埋汰呀！说到这个哎，安静，我们听一下于老师的台词啊。哎。我想跟你们说啊，演员不是万能的。我刚刚在这等待的时候，我脚趾头都这么抓起来。哲华还有什么别的词儿可以更让人？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我觉得黄渤老师可以试一下啊，博哥试一下，黄渤老师可以试一下。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这是刘波，我跟你，黄渤，同样的台词可以塑造另外一个人，知道吗？还有吗？别誓死守护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蛋总来了。哎，这姓有姓，于老师，我于傲天，这是你的角色，来一下。
人物啊，等，有点像。哦，对不对 ？Action！ 我于傲天誓死守护黄渤。就是说啊，你们两个的这个作品和人物塑造啊，就是让我们产生了这种共情啊，同时刺激我们想去，是吧？表达，我觉得特别棒，真的。哎，谢谢老师。哎，那这样啊，那个编剧是刘鑫，哎，新仔是吧？刘鑫波，来，提个那个请求，你看行不行？哦，您说。把“用真心”这3个字授权给京东当做口令词，可以吗？如果你说可以的话，此刻我们就把它设为京东的优惠口令。刘波又懵了，人家还没说可以呢。你授权了没有？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。此刻，所有观众可以打开京东 APP 搜索“用真心”这个口令词，“用真心”可以获得随机掉落的专属惊喜大礼包。谢谢啊，谢谢你的这个授权啊。没事。慢拍是真的慢拍，是 humor 的此刻。太可爱了，他们俩。他让我看到了，其实真的，我之前也说过，不是演员都是能说会道的，也不是演员都可以适应各种场合，然后这个八面玲珑的。恰恰是有一些演员是内向的，你让他突然站在这儿，他好像还有的很多是社恐，真的。其实你给他一个规定情境，他俩反倒放得开。是。他们两位到目前为止最打动我的是他们的幽默感，是，就两个人都是含着的那个幽默感，这是到目前为止就是最让我钦佩的地方。谢老师。我们看看观众分数。刘波，上万，少爷，观众分数是